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快一个！这平时可吃不着啊！这老板娘不光菜做的好吃，这裙子也是一绝。你懂什么？人还漂亮呢。谁弹琴啊？是老板娘，要不我让她停了。哎，别，子枫啊，成败全靠你了。刘大人放心，我一定送到。子枫，你这么出去，太危险了。格格，您还不了解吗？手拿把枪。这个还给你，注意安全。对不起，我不用说了，等你安全回来。刘大人，格格，我贺子枫就算拼了性命，也会把东西安全送到。你们放心，等我回来。行了，咱们今天也甭睡了。秦捕头，把七彩跟孟楠送到格格那儿去，格格在，他们就是安全的，派人保护。把剩下的衙役跟捕头全部派往大牢，大牢就是咱们最后的堡垒。是。看来咱们只能与徐武同生死共存亡了。有人跑出去了！赶紧追啊！快追呀！快！哪有东西？有人逃跑了！快追呀！快！臭家伙！快！大人，有人逃跑了。谁跑了？不能确定，有可能是那个捕快，还有就是格格身边那个侍卫。什么？哎呦，坏了，可能是徐武的嘴被撬开了，出去的人想去京城送信。赶快，在秦兵里给我找几个功夫好的，赶快给我追，一定把人给我追回来。是大人。快点，往
那边去。快，你们也往这，快！哎！你往这边来，别往那边去。快！老爷，你为什么不让大家回房间休息啊？这挤在一起多憋屈啊！再等等吧，夫人，等子枫回来，咱们就安全了。可这些日子，吃的喝的可怎么办呀？老爷，不好了，索伦图来了，他从侧门来的，自己一个人变装，还带了好多米面。我去会会他吧。秦朗，你跟老爷一起去。是。哟，刘大人，哎呦，罗大人，您看您这公务繁忙，还得保护我们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说，好，您请。哎，好。刘大人，昨天呢，我听属下报告，说有人进来又出去了，我就担心，我就赶快过来看看，是不是家里丢什么东西了。您甭担心，什么也丢不了，因为他什么也没有。刘大人，咱这说话方便吗？哦，方便，下去吧。刘大人，我是来给您赔罪的。哟，左大人，您这话怎么说呀？你看，因为徐武的事儿，我还派兵把府衙给您围了，我这事干得太莽撞了，您多见谅啊。没这话，左大人。东昌府进来降马救徐武，自然我们是不安全的。您这叫用心良苦，这我们心里都明白。这事儿啊，我已经上报了，我马上就撤兵，您多担待。这样，您上座，受我索伦图一拜。哎，使不得，左大人，您起来。您一个总兵，我一个知府，这怎么使得呢？这个，咱不论官衔，论朋友，是朋友，都在心里头，这就是个误会。刘大人，您宰相肚里能乘船。左大人，坐。好嘞。哎呀，左大人，您看您这还给我们送的这个吃的喝的，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！哎呀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此前呐，考虑的欠妥。从今往后，刘大人，什么米了、面了、鱼了、肉了，一定管够。哎，左大人，您这态度怎么又突然变了呀？嗨，您说呢？我说那要叫我说，就是咱们同朝为官，一心为民，即便有不当之处，什么时候明白了都不算晚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刘大人，这徐武都交代什么了？哦，他是把他应该说的都说了。这具体的呢，我还真不能跟您详说，这个请您见谅啊。明白。您呐，毕竟对山东的情况不了解，是吧？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，这样，我领您在山东咱们转一圈。左大人，您这好意我心领了。刘墉
就这么个人儿，没那个升官发财的命。看来咱们是道不同啊。得，索某告辞了。不送，慢走。老爷，这鱼和羊肉挺新鲜的，扔出去，为什么？一粒米也不许留在东昌府衙。扔出去。快点，快点，麻利点。秦捕头，真是老爷让你来的，咱们这次不会真的要打仗了吧？打不打的先备上吧，省得到时候抓瞎。这磨的都磨好了，你确定索伦图能动手？十有八九，我亲眼看着刘大人把索伦图赶出去，狗急了还有跳墙的时候呢。哥，这要真打起来，我姐没事吧？没事。确认贺子峰离开山东去了京城，济南有消息吗？济南没有。那就是默许了。大人，您让我打听老板娘在东昌府的那个人，我打听到了。谁呀？就是他亲弟弟。说了这么久了，何大人，您有什么好方法吗？贺子峰已经进了宫，现在想要挽回局面，悬喽。我是为国太着急呀。他呀，好歹是山东巡抚，一旦山东出问题，他难辞其咎啊。我是为人之父，难免心急呀。所以，请何大人出出主意。对何大人这份情谊，我们爷儿俩感激不尽呢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您怎么还是拎不清啊？啊！现在最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索伦图狗急跳墙。要真到那个时候，山东才是大地震。别说是傅大人了，就连您都逃不了干系。何大人的意思我明白，您看您有什么高招吗？高招我是没有，我呢，如今只能劝您一句：贺子峰反正也进去宫去了，啊，您就在我这儿喝会儿茶，踏踏实实的等等宫里的消息，别着急，也别上火。这个时候如果手忙脚乱的跳出来，只会引来皇上无端的猜忌，你明白吗？还是何大人分析的周全呐。现在看来，眼下只能这样。东昌府现在什么情况？回皇上，现在索伦图以防范降马，保护刘大人格格之名，围困东昌府。若刘大人不交出许武，这索伦图就拒不撤兵。而且现在府内已断水断粮多日，要再这样下去，就算索伦图不攻进去，
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知道了。此山当。谢皇上。那这……贺大人，请。臣告退。大人，进来。大人，老板娘的耳环。都麻利点儿，那墙角门口都给我守好了，待会儿。快点！是。五哥，怎么了？有个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哪儿来的？借一部书画。什么？要杀徐武？你只需要把门打开，其他事不用你管。可是里面戒备森严，刘大人守的就是那儿，这我干不来。你姐姐的命不要了？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，你不干也走不了。二位，你们为什么挑我呀？我胆儿小，干不来这种事儿。索大人肯定要杀进来，你要是跟我们合作，你和你姐都能保命的。那你们让我再想想。你好好想想吧。葛春五子，你们两个负责看守大牢，负责徐武和大人的安全。是。哎哥，你给我安排一外面的活吧，我闹肚子。多吃点药就没事了。就这么定了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散了吧。是。哥，我是真闹肚子。五子，这大牢里面得安排靠谱的人。大哥相信咱俩，你又想干嘛呀？不是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啊，懒驴上磨，屎尿多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？你是不是怕了？你怎么老是怀疑我呀？我是真闹肚子，要不然我干嘛呀？是不是？就这么定了。哎，那，怎么了又？没事儿，就是闹肚子。那你快点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看什么呢？来，喝酒来。张大人，布政使大人亲自前来，一定是给我送批复文书的。你觉得府台大人会批吗？没批啊。哦，那你就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我要再不来，你们就能把天给捅漏了。你说，一个小小的徐武，值得你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哎呀，还兴师动众？我有那么大本事吗？再说了，这个事儿你跟傅大人的不都是默许的吗？谁默许了？你的心在济南就耽误了。我看到消息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了。那你说事已至此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傅大人希望你撤兵。撤兵？不行，撤兵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？你说你面子重要还是脑袋重要啊？你派兵为辅，只会让事情结果适得其反。退兵，就是为了退一步。退一步？
退兵，就是为了退一步。退一步？那你的意思就是准备让我退一步吧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傅大人已经飞鸽传信，京城聂司衙门的人都在搜集刘墉的证据，很快就会有人来。你要是不退兵，你说你对得起傅大人吗？你对得起傅大人在京城苦心运作吗？哎，再说了，傅大人已经为你安排了背锅的人。怎么样？傅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敢抗吗？哎，抗命我可不敢啊。不过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真的要造反吗？哎，臧大人，这话可严重了啊！造反我哪敢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样，既然你来了，就陪我看一出好戏啊！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能处理得好。我还指着你在傅大人面前为我美言几句呢，是吧？再说了，我之所以这样处理刘墉，我就是为了给山东官员们打个样儿。到时候你安安生生的过上了快乐的日子啊！你想起来，你还得感谢我呢。大人，进来。都准备好了？都换了响马的衣服，刀也全部都换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下去等我的命令。是。索大人，真的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再找刘墉谈谈。哼，这就叫不破不立。我现在只好破釜沉舟了。索大人，真要是开了杀戒，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回旋之地了。二位大人，我做了红烧肉，尝尝。哎，臧大人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兵满楼的老板娘，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而且烧了一手好菜，特别是弹了一手好琴，有没有兴致听一听啊？啊，不用了，我想要清静一下。那行，那就等二位大人下次有雅兴的时候，民女再来献丑。先告辞了。好。索大人，我倒真想看看你这戏会怎么唱。万一唱砸了，这项上人头可就安不上去了。官爷，哟，老板娘怎么来了？听说你们在这值岗，我还真来对了。您这是给我们送吃的来了？官爷，你真会开玩笑。你们的饭菜呀，酒楼早就准备好了。是这样，我弟弟呀在里面，这不是饿了好几天了吗？我就想给他送点饭进去，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？哟，那可不行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任何人啊不得出入。是，我也不为难你们。看，
我已经和索大人说过了，他也同意了。老板娘，那您可以进去，但是速去速回，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呀。行行行，我知道，我很快就出来啊！谢谢您，我很快就出来，谢谢您啊。五子，给姐开开门，五子，我是姐姐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先别管我怎么来了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索伦图今天晚上要派兵攻打府衙，我怕你们没有防备，所以我就偷了他的腰牌过来给你们报信儿。他们今天晚上的人会装成响马攻打大牢。你怎么那么大胆子啊？索伦图的腰牌你都敢偷？赶快放回原位！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被他发现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知道，对，他们还有内应。我知道了，快走。哎，这个给你。谢谢嫂子。五子啊，你好好吃啊，小心。出卖我们！给我拿下！拿下！大人，又被人家埋伏了是吗？大人，你看你那倒霉的样儿，你去把老板娘给我喊来。是。跪下！这种事儿你也敢答应？那他们拿我姐性命威胁我，我能怎么办呀？秦捕头，是我让五子答应的。怎么回事，大人？大人，我不认识索伦图，他们怎么可能找我呀？他现在不找，马上就会找。那他们找里应外合的人也不该找我呀，应该找我大哥才是。不对呀，索伦图对东昌府的地盘了如指掌，他不知道谁能用谁不能用啊。刘大人，合着您这是骂我呢？我就是一当叛徒的材料呗。我没这意思。你想，现在有谁呀？你跟大和松，我猜索伦图准知道我不信任大和松，所以肯定找你。来，五子，起来吧。其实刘大人早就安排好了，刘大人就猜到索伦图会想着里应外合。大人，真有人找我了，而且他们还拿我姐威胁我。你答应了吗？按照您说的，我犹豫了半天才答应他们。那就好。大人，那我姐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对于索伦图来说，你姐现在很有用，只要徐武不死，你姐安全着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大人，昨天大嫂来找过我，她告诉了我索伦图的计划。
他就是想用他们俩的关系把门打开。大人，我现在真的有点担心大嫂。哥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出师不利，够索伦图琢磨一会儿的。你们先休息吧。是。走啊。来啦，大人。大人，您找我？大人，民女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，让大人不开心了？这个人昨天进了东昌府，和刘墉通风报信，坏了我的大事。你说这事儿换作是你，对这个人该怎么办呢？大人，这是你们男人的事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。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？好，来人，是，把这种人拉出去，给我砍了。是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现在知道该怎么办了？说实话。大人，我之前跟您说过，东昌府里面有我一个熟人，其实那是我的亲弟弟。我只是想进去看看他，给他送点吃的，我什么都没干呀，大人。还跟我撒谎！大人，我真没撒谎，请您明察。看你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杀了你可惜了。副官，在。老爷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会里应外合的？嗨，他能怎么干呢？他只有这么干才能赢咱们呀。只不过他没算出来，我猜出他找谁来了。可你要是猜不到呢，这不是太危险了？我替他算好几天了，就这么些人，你说他找谁呀？除了项武，他能找谁？府里就这么多人，就这么等着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？夫人把心放在肚子里。索伦图要想保住脑袋，没几天他就得撤兵，你看着。我看不一定，他这个人呀，变化无常。夫人，要不然我让秦捕头先把你送出去。你呢？我留下来跟他谈谈。那可不行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不，你走啊，至少先是安全的。那也不行，我就算死，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老爷，老爷，索伦图又来了。哎，你看，我没找他，他倒先找我来了，说是抓了个奸细。刘大人，我听说昨天又进去一帮响马。哎呦，我正为你们担心呢。是啊，左大人，也不知道这响马头子怎么想的，非派人往我府衙里闯，死伤不少啊。是吧？哎，正好，我替你们抓了一个奸细。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他呢？我准备烧死他。索伦图，你别胡说八道了。这明明是宾满楼的老板娘，怎么可能是奸细？格格，格格，请看，
这是他亲口供述的文书。他呀有个弟弟叫相府，就在你们东昌府里边，他们2个人内外勾结，串通一气，你们很危险的。罗大人，您真是替我们操碎了心呐。刘大人，我给你3个时辰，3个时辰之内，你把徐武放了，我把这奸细交给你。过了3个时辰，你自己琢磨着怎么办吧。大人，您就让我杀出去吧。大人，他们会烧了我姐的。再等一下，还有3个时辰。老爷，可那徐武已经招供了，还有什么用啊？还不如把他给放出去。不行，夫人，我们只有口供，没有人证。徐武过去就会翻供，到时候被动的是咱们。可现在人就绑在柴堆上，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大人，秦朗愿意主动请缨，斩杀索伦图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可，武子，你给我让开！我得去救我姐。武子，你听我的，给我让开！那他妈是我姐，现在没人管，刘墉管吗？我没时间了。武子，武子，我告诉你，刘大人说的对，咱们这么出去，谁也救不了你姐，反而都得死。武子，听大哥的，你姐不会有事的。她也是我最重要的人。让他们去准备吧。大人，您真要烧死这个老板娘啊？那就看刘墉怎么去选择了。大人，您真英明。哎，上面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他们。那刘墉是傻子，他能把徐武轻易交给我？这索伦图还真是混蛋，竟然还敢架起火堆！大人，还有半个时辰了。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，好像就要点火了。那咱们就这么看着向月荣被烧死啊？而且大人，如果你不救，就会背上见死不救的罪名。如果要救了的话，徐武一旦翻供，老爷会被朝廷追责，又来个栽赃陷害总兵的罪名。这怎么着都是老爷的错了。大人，您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们大人说了，刘大人要找总兵大人说话。看看，走，跟我去会会刘墉。3个时辰已到，刘大人，请出来吧。拿徐武换人。罗大人，徐武在这儿，放了江月荣吧。你先把徐武放了。怎么着，索大人？你围着我的府衙，难道还怕我说话不算话吗？哼哼，那不行，让我看看他的脸。
看真着了。金捕头，我们先放。怎么情况？刘墉，你敢骗我？点火！是。秦老。住手！圣旨到！刘墉索伦图，听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陶州镇总兵索伦图居高位拿号禄，享特权，本应为国尽忠，报效朝廷。然索伦图罔顾皇命，滥用职权，犯下累累的罪行，仍不思悔改，武力包围官府，围困朝廷命官，此乃谋逆之罪，有负皇恩。即日褫夺兵权，判斩立决，着东昌府知府刘墉为监斩官，钦此。臣刘墉领旨。老爷，你说如果我爹今天没能及时赶来，我们真的死在这儿了，你会不会有什么遗憾呀？没有，没遗憾。可这案子没破，咱们也没能回京城，你也没有官复原职，你真的不遗憾吗？夫人呐，名啊利啊，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看，就经历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我倒更坚定这看法，不遗憾。那你就没有别的想法？没有。那就在被围攻的最后时候，你就没有想点别的？没有。哦，
哦，夫人，我明白了。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，哪怕就是死，也要跟夫人死在一起，才死而无憾。二哥，别练了，快过来。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带好吃的来了。嘿嘿。饺子，尝尝，看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说吧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给我送饺子，这是何意啊？你看出来了？那肯定是有事儿啊！你别含蓄啊，你就直说，我都能承受得住。你大哥向我提亲了。你答应他了？答应了。怎么了？你这副表情，你不替我高兴啊？不是，你说你这这么好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？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大哥人不好？没有啊，大哥人好啊，武功盖世，是吧？人高马大，照顾咱们照顾的都挺好的。你要跟他在一块儿，你一定会幸福。姐，来，我给你擦擦，躺好。没事儿。你饿不？我给你做点吃的去。我这肚子呀，到点就咕咕叫。你说咱们让索伦图给围了这么长时间，好不容易开一次荤，他们那些人还不积极，他们就不正常。我觉得正常的就咱俩。哎，我跟你可不一样啊。
木南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徐武也是被毒蜂杀死的，也就是说，杀害我爹的凶手又出现了。木南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那个放毒蜂的凶手，替你父亲报仇，相信我。贺侍卫，你说会不会是索伦图的人？应该不会，他愿意交换人质，就是想要活的，没必要再杀人灭口了。那还能有谁啊？除了索伦图，谁会对徐武感兴趣？那个人身手不凡，神出鬼没，用毒蜂杀人的方式也比较不一般，应该不是个无名之辈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日昌钱庄着火了。大火是子夜时分烧起来的，火势非常严重。5条人命就这么没了。一共发现了6具尸体，这5具尸体现在经过确认都是账房的伙计，还有1具尸体在账房，孟南姑娘正在处理。孟南，账房怎么样？大人，您也看到了，这里被大火烧成这样，所有的线索都毁了，这痕迹也都一个没留下。账本呢？账本也全都烧毁了。大人，咱们出去说吧。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分析来看，这5个人是被大火引起的浓烟呛晕，然后烧死的；另外1个是被直接烧死的，但是已经面目全非，无法辨认出身份。您说这屋内怎么会瞬间燃起这么大一场火呀？目前还不能确定，我觉得是有人为原因引起的。这是个疑点。大人，咱们刚刚砍杀了索伦图，日昌钱庄就着了这么大一场火，除了掌柜的无一幸免。您说这2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要乱说。这是6条人命，不然会引起恐慌的。卑职知道了。光知道不行，吩咐下去。哎，这儿的掌柜你认识吗？名叫陈德，住在茶谷镇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哎，这个是我在火灾现场找到的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它应该是你的吧？上面还有你名字。官爷，这钥匙确实是小人的，不过陈掌柜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今天早晨可是我第一个到的火灾现场，而且这东西只有我自己见过。你明白了吗？小人不明白，这钥匙昨晚上我就丢了。丢了？这么巧？陈德，你身为日昌钱庄的掌柜的，竟然能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弄丢，而且它还是导致这场火灾的重要证物啊！官爷，这钥匙跟这火灾有什么关系呀？它怎么能没关系呢？那要不然我……算了算了，你呀，等着坐牢吧。别，官爷留步。想明白了？哎，也就10两银子的事儿。哦，明白了，小人带了。这是50两银票，您收着。这叫对了嘛？俗话说得好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破财免灾。是，官爷教训的是。这个你收好。知府大人一会儿就来了，您先坐着，我出去忙了。好，官爷慢走。哎。
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大人，大火是从卧房里烧过来的，我们在墙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箱子，完好无损。打开。开。大人，这儿的老板陈德已经找到了，现在押在府衙。回去看看。是。皇帝哥哥这次总算是硬气一次了。他这一道圣旨怒斩了索伦图，其实也是替咱们老爷扫清了山东的隐患。这下老爷安全多了，我呢也能少替老爷操点心。至于其他那些小毛贼，就靠子枫啊，干嘛呢？怎么了？夫人夸你呢，还怎么了？格格又夸我了。哎呀，我有那么优秀吗？夫人，其实这次我们都应该谢谢你。但是啊，这外忧虽然是解决了，可咱们这内患倒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夫人，这你的意思？老爷天天不着家，子枫呢又神魂颠倒的，难道你们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我也奇怪啊，哎，你说你们都没见过女人啊，一个个都这么着迷，尤其是你贺子枫，你是我的贴身侍卫，你比划什么比划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5步之内待命。6步了。哎，没到呢，没到呢。哎呦，格格，您别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呀。哎呀，梦楠姑娘，你别走，我这就去晚啊。你等我，格格。我没生气。我估计你就是想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梦楠姑娘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这梦楠姑娘，怎么了这是？姐儿，你又欺负梦楠姑娘了？哎，没有夫人，梦楠姑娘要走。手里端的什么呀？银耳羹。你喝呀？不是啊。谁让你做的？老爷。端走。好嘞。梦楠姑娘，这怎么这么突然就要走啊？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照顾不周啊？没有，夫人，承蒙您跟大人的照顾，我才得以住在这儿。只是梦楠实在不太习惯这里的生活，所以想住在家，希望夫人能恩准。你已经决定了？梦楠已经想好了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多挽留你了。哎，哥哥，这，多谢夫人。那梦楠就告辞了。梦楠姑娘5步啊。没到呢。哎，小人陈德参见知府大人。啊，陈掌柜，不用拘谨，今天就是随便聊聊天啊。来，请坐。多谢大人。陈掌柜啊，大人，昨天你什么时候回的家呀？昨晚上小人关张之后就回家了。哦，这东岔谷离东昌府可是10里之遥啊，你见天都回去？不是，只是偶尔回去。不过昨日界内突然捎来消息，说家中老母身体不适，我关了张之后就赶紧回了家中。嘿，陈掌柜真是福大命大之人呐！都是托大人的鸿福。我哪有什么福啊？我要有福，我能贬在这儿了呀？大人，您言过了。陈掌柜啊，你对这个日昌钱庄着火这事儿怎么看？这事儿，哎，但说无妨。大人，以小人认为他是故意有人在放火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大人，
您有所不知，这钱粮当铺最怕的就是水火二字。这钱庄周围也不得有动火的店面。且建造之时，大堂、篱墙都用的是石料，那所有的木料它都是盖了灰背的。哦，灰背是什么呀？就是涂抹在木头之上，防火之用。至少要涂1寸厚，用来防火。哪怕是烧上1个时辰，它也不会烧到里面的木头。可是，就这一次的火势而言，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吞噬了6条人命，以小人看来，这有可能是有人在着火之前，他就进入了钱庄，做了手脚。继续说下去。想必大人都知道了。这钱庄是徐五爷的产业，徐五爷作为东昌府的首富，难免会遭人嫉妒，也可能是因为什么事儿他得罪了什么仇家，他们都碍于徐五爷府上的门客众多，也不敢怎么样。可现如今呢，这所有的门客都被大人您给抓了起来，我想，会不会有人借机报复？有道理。大人，这钱庄的院墙虽高，它也是有能人能够翻进去的呀。陈掌柜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他们并不是从墙上翻过来的，而是直接用钥匙开门进来的？知府大人，小人确实有事相瞒。你隐瞒了什么？就是这个钥匙，今天那个捕快他又给我送了回来。不是，我等会儿，我怎么没听明白啊？是这样的，大人，昨晚小人回到家中，发现钥匙不见了，天色已晚，又要照顾老母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仔细寻找。可是今日，就刚才来的时候，那个捕快说在失火的现场找到了这串钥匙，还要挟小人50两银子。你给他了？实不相瞒大人，小人在这钱庄做事，虽不能说是阅人无数，也是颇有一些见识，素来知道这小鬼难缠的道理，所以就直接花钱买路来见我这阎王本人。不，大人，小人没有这个意思。打个比方啊，来坐。多谢大人。陈掌柜啊，你还记得那个捕快吗？小人认识，就是那秦捕头的兄弟，他叫项武。来一个吧，啊！哎呦，来两个，来了，我拿来，长官，我也尝尝，好吃的。老板娘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哎。哟，这不是五子回来了吗？吃完了，可以，吃着。五子，当捕快了。这身官服不错啊。嗨，五子，过来。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个时辰不用在衙门里当差吗？衙门里现在没什么事儿，我回来看看。哎，你们衙门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出事儿？出什么事儿啊？我刚才在街上看见那个女仵作，她是不是被罢官了？她一个仵作算个什么官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她是不是被你们衙门给赶出来了？因为我看见她的时候，她身上背着包裹，这脸上还挂着泪呢。背着包裹？对啊。还哭了。这边小。姐，我明白了。他应该是让那知府夫人给赶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还能为什么呀？争风吃醋呗。我跟你说，姐，咱们这位知府大人的弯弯肠子多了去了。我看他跟那个女仵作，那腻腻歪歪不是1次2次了。小点声。我听秦大哥说，他为官很正派的。嗨，他说，那做人跟当官能一样吗？他秦朗。当捕头的时候还秉公执法、刚正不阿的，那他遇到我姐夫那事儿的时候，他不一样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吗？你怎么还生气了呢？
2文钱一个啊。老板，我看看啊。哎，好嘞。新鲜青菜，来看一看。格格，梦楠姑娘在哪儿？还躲着我呢。格格，您觉不觉得梦楠姑娘其实挺可怜的呀？一个人在这世上无依无靠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事老爷知道了也会不舒服。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把他请回去啊？老爷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梦楠姑娘搬走了。搬走了？啊，可不是嘛！就是你没来那会儿，夫人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梦楠姑娘一气之下搬出了衙门。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说是搬回家住了，但是我刚才去找，根本没有。星儿啊，你怎么不说拦住点啊？哎呀，我拦了没拦住啊，结果夫人就出来了。你就是个废物啊！你让你干点什么行？走吧。干什么去，老爷？找去。哦。老爷，夫人，干嘛去啊？日昌钱庄失火，我得过去看看。你不刚回来吗？又要出去啊？又出了新线索呀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夫人，你怎么？我不能去啊？当然，来，夫人请。大人。老爷，这儿烧的也太惨了吧！岂止是惨呐，夫人，这里里外外烧死6条人命啊！啊！夫人，进去看看吧。老爷，你不是说这儿已经看过了吗？要不咱们就回吧。那哪行啊，夫人，来都来了，再说备不住能找着点线索呢。走吧。大人，夫人，孟楠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他们不是说你搬走了吗？哦，我是觉得这案子还有点疑点，所以特意回来找找线索。哦，那发现什么线索没有啊？还真发现了，大人，那墙边地面上有一条沟槽。哦，好。那夫人，我随孟楠姑娘去看一眼。大人，这边请。大人，您看，就是那条沟槽。有人事先潜入伙计们的卧房，悄悄地刨出了一道细小的沟槽，直通隔壁的账房。而后又捡来陈掌柜遗失的钥匙，连夜潜入钱庄，溜进账房，接着那道沟槽继续刨，然后将油倒入，直接流进隔壁的卧房，而后再放火点燃。这样一来，卧房内的火势必然凶猛，瞬间便将那6名伙计吞噬。所以他们逃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被烧成了重伤。
夫人，老爷干嘛呢？疯了！啊？啊！哎呀，神神叨叨叨咕半天了都。我去看看。老爷，哎，今儿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孟楠姑娘找着没有？快找去，快！老爷，咱就别找孟楠姑娘了。不找怎么能行呢？她是老爷左膀右臂，没她不行啊！快去！老爷，我说真的，咱就别让孟楠姑娘回来了。你说什么真的？老爷找她有用，你快去！老爷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，到哪儿我都这么说。快，你帮这个门框干什么？做贼似的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老爷，保重。小王爷，您慢走。陈掌柜，请留步。好。大人，陈德，大人，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吗？大人，小人冤枉的呀！你怎么冤枉啊？我这平白无故的被你们抓进了大牢，我还不是冤枉的？你说你平白无故？行，那我问问你，那天上午离开衙门之后，你上哪儿了？我去了钱庄啊。钱庄不是封了吗？你上那儿干嘛去？回大人，小人在钱庄多年，与那伙计们感情颇深。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本想在钱庄悼念一下，可一到那儿一看，已经贴了封条了，小人就先行回家去了。回家见谁了？我见了我一朋友啊。一朋友？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住哪儿？说。大人，您不会因为这个就把我抓来了吧？问你什么就说什么。是，大人，我那朋友叫安小海，家住临清州，在那里呢开了个粮行，平日呢也是我们钱庄的主顾，和我交情颇深。肯定错不了啊，那交情能错吗？一出手500两银子，那是他欠我的钱。欠你什么钱啊？赌债。哎，说成赌债，这是最机灵的回答。说多少是多少。那我问你，他怎么知道今天你就在家等着他呀？我们事先约好的，今天是他还钱的日子。好，算你编的圆乎。我再问你啊，钱庄伙计住那屋，跟账房之间为什么通着一条沟槽？说。这我可不知道，也可能是伙计们自己挖的吧。伙计们自己挖的啊？嘿，哎，行，也有可能。伙计嘛，都外地人，打了烊干什么呀？得了，咱挖沟玩吧。
是这样吗？是，那就挖吧。这帮人也是，你说你挖就挖呗，你倒挖个深点的呀。不，他挖个浅浅的沟槽，那不3下2下子就挖完了吗？这挖完了没事干，那怎么办呢？又有人说了，哎，这么着，咱们上旁边账房那儿，咱再挖一条去吧。走，稀里糊涂这就进不去呀，他没钥匙啊。我问你，他们怎么拿着钥匙？大人，那钥匙不是……哦，对了，钥匙你给丢在那儿了，对吧？是，这就全对上了。咱们接着说，啊，这帮伙计稀里糊涂，这就又奔了账房，说咱们挖沟吧，进不去，没钥匙。嘿，天公作美，捡着一串钥匙，挖吧，接茬又挖，3下2下又挖完了，这就又没事干。这会儿又有人说了，说咱这么着吧，咱把这两边啊，咱给它串起来，咱们倒上鱼油，点上火，腾，这屋就着了，把咱哥几就都烧死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大人，你慌什么呀？我这还没问完呢。大人，小人有罪，大人恕罪呀。陈德，你知道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吗？知道自个儿误在哪儿了吗？你误就误在那团钥匙上了，你伙同别人烧死了6个伙计，为了撇清自己，你提前把那钥匙扔那儿了，造成一种别人捡了钥匙进入火灾现场的假象。但你没想到那串钥匙啊，阴差阳错，又回到了你的手里。等我问你的时候，你就诚心把我往那钥匙上引，你也不算算我是谁。但是可惜了啊，你看看你找的那帮人，临走连沟槽他都没填平。后来我去了一趟火场，当然了，这也就是为了糊弄你。我得让你知道啊，我上当了。是吧？来而不往非礼也嘛。但是我也没想到，结果让我发现了你作案的手段。但是陈德，杀死6个伙计的绝不是你一个人，你还伙同了其他人。说吧，同伙是谁？大人，那个人，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。安小海。你那朋友给你送钱那个，他送的也不是什么赌债，那就是你俩辛苦钱儿。现在说说吧，为什么放火？大人，是那安小海，他要放火烧毁账本儿。哎呀，我说小安爷，您这说取走就取走，这徐五爷他知道吗？这就是徐五爷通知我们过来取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这儿新来的知府盯上徐五爷了。不会吧？刚才我还听说徐五爷要宴请新来的知府呢。嗨，这叫缓兵之计。怎么个缓法？过了今晚你就知道了。哎，陈掌柜啊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小爷，您这就客气了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这批银子里有5000两，是我背着我爹偷偷存的，是我自己的。那您什么意思？我得取出来呀！我要把这些全带回家，那我爹肯定就发现了。哎呀，那还不好说。您把您那份放这儿不就得了吗？不行，徐五爷交代了，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全部取走。为什么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们这新来的知府，他……对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哎，由于这次取现银的数量过大，我爹现找了临清州的镇远镖局押送，我这半路上根本就没有时间折腾。那您准备怎么办呢？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我把这些银子先全拿回去，等我爹清点的时候，我就说是你们这儿出了差错，多给付了5000两。
那然后呢？然后凭我爹跟徐五爷这交情，他肯定得还回来呀。那到时候，我不就有机会折腾出去了？那合着就是个圆谎的事儿啊！那为什么害死6条人命？大人，这真的不是小人的本意呀！小安爷，快进去说。小安爷，屋里说，屋里说呀，还进什么屋啊？徐武死了，你赶快把衣服穿好，跟我进城。这大晚上的进城干什么去？徐武不死了吗？你们钱庄的账本很快就得送到你们省城的钱庄去。我爹跟那儿的关系可硬着呢，你得把我那账本全部销毁。销毁账本？不行，万一要是查出来呢？我都替你想好了，就一把火的事儿。放火？你喊什么呀？我没别的办法了。不行！哎，那要不这样，不用你放，我自己来。只要你现在跟我回去，先帮我把那几个伙计调出来就行。这样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500两。都醒醒，都出来了！快点，别睡了！怎么了，掌柜的？这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啊？睡什么觉？都出大事了！咱们钱庄老板让官府给逮了，说不定一会儿啊就来接手。有些什么事儿啊，要提前跟你们交代一下啊！赶紧，快点到前面去。走快一点啊！快！你既然说把伙计们都喊出来了，为什么伙计们还会被烧死？大人，我和伙计在前院待了有半个多时辰，也没见安小海放火。我以为安小海他是害怕了，然后我就把伙计们都轰回去了，我就回家了。可谁知道，大人，小人有罪，大人开恩呐！你们为了拽你本府探案的方向，就活活害了6条人命。大人，您刚刚在牢里审问陈德的时候，好像有所顾忌啊。哦，什么地方啊？当您说到钥匙重新回到陈德手里，您停顿了一下，您在隐瞒什么？不错，真是个捕头，这么点小地方都让你给瞧出来了。大人，您直说吧。秦捕头，你那个小兄弟啊，武子，对，他怎么了？拿了件物证，勒索了陈德。这个混账王八蛋！说心里话吧，我现在挺为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你的人。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大人，武子这小子从小手脚不干净，爱占小便宜。您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？你们几个刚开始跟着我，对我都很好。前些日子索伦图在这儿做手脚，你们义无反顾地帮着我，这我都看在眼里。可项武现在是官家人，销毁物证，勒索嫌犯，这加在一块儿，罪过不小啊！大人，是我管教不严，请您治罪。可是武子现在是官府的人呐，秦捕头，你也不是江湖人士，江湖情义这一套，能处理得了这种事儿吗？大人，不管怎么说，请您别把武子赶出去。如果他因为这个被赶到江湖上去，他这个人没法混，以后就算废了。那这事儿怎么办呢？
他也不能就这么过去呀。您说怎么办怎么办？秦捕头，要是换成你，你该怎么办？哥，我错了，你别打我了。行了，大人，打了50大板，还请大人继续责罚。算了，打也打了，让他长长记性就行了。还不快谢大人！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篇儿，咱们就此翻过去，带他养伤吧。我作为日昌银号的老板，平常自然有一些见不得光的账目，还有很多官员的名字都在我这账本。我们在墙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箱子，完好无损。打开。大火之后，箱子完好无损，里边的账本却消失不见了。是谁拿走了它？在后面操控的人都有谁？看来我得亲自去趟林清州了。哎呦，汤汤姐姐，伤这么重吗？哎，汤汤！行了行了，喊什么喊？我要是真打你，你还能喊得出来吗？我告诉你，五子，这回打你算轻的，没给你关进大牢就不错了。我告诉你，哪天我非得弄刘墉一回。别不识好歹啊！嫂子，我们可能要去一趟林清州，去办案。抓人。我不去啊！五子，你懂点事儿行不行？你刚犯了这么大的错，大人是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。就是啊，哎，就因为那点银子，他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屁股开着花呢，我骑不了马。那你走着。你去不去？不是不去，那不是咱们地盘。你们这次去办案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嫂子放心，刘大人都安排好了。你们得一定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尤其是你，你得听话，别老胡闹。知道了，姐。秦捕头，此次外出办案辛苦了，卑职告辞。哎，秦捕头，啊，有一件事我想问你，这次你去林清州是办什么案？同知大人，你这缉拿公文都盖章了，怎么不知道办什么案子呢？啊，是这样，那个知府大人啊，看我日夜为朝廷操劳嘛，不是，然后心疼我，以后呢，我只管盖章，别的闲事不管了。章盖得真好。那是。卑职告辞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要是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吗？你不会敲门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老爷，这是我的屋啊。哦，对了，哎，夫人那儿情况怎么样了？夫人那里没什么大事，正在给何子峰下棋呢。哎，老爷，你叹什么气呀？现在整个衙门里人都被我收买了，都替咱盯着呢。我是说呀，这也没个人分析案情，这也没个人说个话，老爷心里不苦吗？哎呀，老爷，你千万别这么想啊，咱没有过不去的坎啊。3年2坎才多了点呗。那不是你还有1年好日子吗？我那找着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我不让你找去吗？啊，我没找着啊。你就找去啊。哦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回来，我自己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呀，上夫人那儿定住，
啊，别让贺子峰又跟上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老爷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整个衙门里都是咱的人，都替咱盯着呢。很可靠，放心吧，非常可靠，都听你的。哎呀，没事，老爷，你真放心吧啊。你再去问。哎呀，你怎么？你再去问问啊！我在门口等着。行，我去。老爷，您出去啊？哎，秦捕头，大人，拿到缉拿官文了吗？我刚从缉道厅出来，已经拿到了。好吧，赶紧去吧，切记，行事秘密，不可大张旗鼓。卑职明白。去吧。大人，您不去啊？我还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啊。你们先去，等着我，我随后就到。是。格格，将。哎，我不走这儿了，格格，咱不能总回去啊。我不管，我就不走这儿了。那不行，刚刚说好最后回的。我反悔，不行，别，再来。夫人，老爷出去了。夫人，老爷出去了。这是。情况怎么样？他们都把咱给卖了。小人啊，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！你不是说都是咱们人吗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啊！哈，你个废物！老爷不留点心眼行不行啊？你说这我要跟出去了，夫人马上就得追上把我抓回去。你说怎么办？这个案子现在办不办？老爷，趁现在夫人没来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也只能如此了。走。孟南姑娘，来了。你们找孟南姑娘，她不在这儿住了。那您是？我是帮他们看房子的。那您知道孟南姑娘去哪儿了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来请孟南姑娘回衙门的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嗨，最近呢，孟南姑娘一直心情不好，我还劝她，你心情再不好，也不能把差事丢了。这不，刚刚知府大人还来请过她呢。知府大人也来过啊？是啊。那你有跟他说孟南姑娘去哪儿了吗？说了，孟南姑娘不想在家里住，去永福客栈住了。永福客栈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来，小挂件啊，看看这个，看看，哎，不错吧？啊。进。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孟南姑娘，因何不告而别呀？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不是夫人说什么了？没有啊，夫人什么都没说。我就是觉得我一直住在府衙上不太合适。大人您放心，您探案需要我，随叫随到。好，住哪儿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。我今天跟你商量另外一件事儿。孟南姑娘，你平时啊心思缜密，有件事情你帮我印证一下。大人，你说的是纵火案？没错，我审了陈德，陈德说呀，这个安小海是为了烧掉他个人那点私账而放了这把火。这纵火案是安小海干的？基本上可以断定。夫人，哎，夫人，刘大人，您怎么不辞而别啊？哥哥急坏了，到处找你呢。我着急了吗？没有。老爷，这么巧啊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孟南姑娘，你也是，一声不吭就走了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呢。夫人，您别误会，大人。不过呀，当然还是老爷最担心你了。你看，
这不自己亲自来请你回去了？没有，夫人，我找孟南姑娘是来谈案子的。只是谈案子？哎，晴儿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老爷就是在谈案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解释了。好吧好吧，夫人，这样咱们先回去，回去再说啊。老爷，你刚不是说要跟孟南姑娘谈案子吗？你们好好谈，我回去。哎，不，我也去。站住！你谈案子，我回去。子枫，回去一定要好好劝劝夫人，让夫人不要生气。刘大人，这个事儿您真得自食其力，我没法代劳。贺子枫，大人，您真不该瞒着夫人过来找我呀。嗨，其实我也不是专程来找你的，本来想过来说两句话，马上就出城的。出城？大人，您要去哪儿啊？走不了了，先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啊！孟南姑娘，打扰了，告辞。大人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在屋呢，夫人。哎，夫人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让我进屋说啊。他不能老在外边站着呀，这个，啊。老爷，走吧，去我屋吧。我找个孟南姑娘，她生什么气？老爷，夫人心海底针呢。你忘了上次你出去喝酒，夫人在家里就大发脾气，你回来之后不也没进去吗？所以你这次也进不去了。这能是一回事吗？我再试试。老爷呀，你怎么还不死心呢？你肯定是进不去了，跟上次一模一样。还是上你屋去吧。哎，老爷请。五子，姐，哎呀，你看你这衣服，五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路上要注意安全，然后到了那边，你可不能闯祸，知道吗？你得多听秦大哥的话。哎，大哥，我姐叫你。谁笑了？你们俩聊会儿啊。来。嫂子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就是五子，你帮我看着点他，别让他闯祸。行，您放心吧。走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走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去。霞，刘霞，哎，来了，夫人。怎么了，夫人？老爷在你这儿吗？没有啊。老爷昨晚没在你这儿。没有啊。不是夫人，老爷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把人都叫出来，给我去找老爷。哎。老爷，夫人走了。走了呀？都走了，院里边的人也都走了。快走！哎，贺子枫，
我让你出来找老爷。找。哎，刘大人啊，去哪儿了呀？孟南姑娘，孟南姑娘。孟南姑娘啊，贺侍卫啊，我看门没关，我就进来了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对，我来找刘大人。刘大人来过吗？大人啊，昨天你跟夫人走了以后，他就紧接着出去了。啊，那既然没回来，那我就不打扰孟南姑娘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那难道是出城了？你说出城去临清州了？没有，我只是猜测而已。哦，哎，老爷，咱真要离开东昌府吗？不离开怎么办？外有强敌呀！你们家这个夫人早晚把我折腾死啊！跑吧，不跑小命就没了。老爷，咱去哪儿啊？跟着老爷就完了，瞎打听什么嘛你？行，跟着老爷。喜儿啊，哎，你看那是个卖包子的，是卖包子的。啊，去，买俩包子吃。多买几个吧，老爷，咱买上他10个。买那么些干什么？老爷吃不了。剩下那8个，我给你解决了。你去吧。好。你就不能请老爷吃几个包子？俺这不是存着钱娶个媳妇吗？想你就去。老爷，你等着。哎，怎么给我呀？老板，忘了，给我来10个包子。哎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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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0个啊！带住你呀，就是个累赘呀。哎，别急呀，包子。不是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那哪行啊？这不都给您捡出来了吗？哎呀，多少钱？我给你钱。 10个铜板，10个铜板，给你。哎，老爷，你这是坑我呀！哪儿啊？你这是坑我呢！老爷就拿这个请我吃包子，我包子也没吃上，还挨了顿打。活该！夫人，我委屈啊！你委屈？你替他打掩护，你就活该。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别生气行吗？看来老爷这回是谁也不想带，就他能，他谁都不想带。你说老爷真是让人操心，都多大的人了，还玩离家出走？他自己在外边有多少仇人，难道自己不知道吗？你说他一个人在外边查案子，要万一有什么3长2短，你说咱这一大家子……你瞎说八道什么呢？老爷吉人自有天相，又是朝廷命官，肯定不会有任何危险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说老爷一个人在外，真要万……行了，别说了，他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他死在外边呢，我才不管他。别着急啊，夫人，一会儿贺侍卫回来，说不定就把老爷带回来了，别太担心了。这位姑娘要算点什么呀？先生，您帮我算算，我到底想干什么呗？我算出来你要捣乱。大人，您别装了，您这整的还挺像的。孟南姑娘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大人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要跟您一起去临清州。不行，孟南姑娘，大人出门这是公干，
哪有一大人带着一仵作出去的呀？有事会叫你的啊！我不管，我是您徒弟，您是我师傅，您去查案就得带着我呀。孟南姑娘，再说咱俩这一道走着去林清州好几天的路程，多有不便。算了，有什么不便呀？孟南姑娘，这再怎么说，这也算孤男寡女啊！啊，这要传出流言蜚语来，对你一个姑娘家不好。我不怕。大人，莫非是您怕吧？大人有什么可怕的呀？那就是您有什么不方便说的事儿。胡说！大人一生为官清廉，没有任何事不能与人说。那不就成了吗？咱们走吧。不行，有事叫你，快，自己回去吧。大人，我就是觉得您是一个好官，好不容易来到咱们山东地界，我们老百姓终于能有一个出来为他们做主的了。我是真心真意想跟着您办案。再说了，我不跟着您，那我爹的仇什么时候能报啊？好吧，您同意啦？可有一样，这一路之上，咱们父女相承。那不成？那就说你是我的小丫鬟。哪有算命先生带丫鬟的？那怎么办呢？我都替您想好了，我是您徒弟，您是我师傅。好吧，走。我先跟您学算卦。哥哥，找到了吗？没找到。哎，不过我向兵马楼的老板向月荣打听过了，说好像是秦朗带着几个捕快去了林清州，我就猜应该刘大人也是去了那儿。林清州？啊，他跑那儿干嘛去了？去办案，应该是去查失火案的嫌疑人了。我们也去。咱们也去林清州啊？你们俩现在就去收拾收拾，立刻出发。好。啊，好。就吁吁。行好，给点吃的吧。抓小偷啊！哎呀，造孽呀！给口吃的。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哥，这林清州怎么这么惨？连续几年灾荒，百姓颗粒无收。这些人也太可怜了。这衙门都不管吗？公子，那你说，咱们昨天住的唐远县，离这儿也没多远，怎么这两地差距这么大？这好歹也是个州啊！葛春啊，咱们是来办案的，多看，少问。行。奶奶，给您吃。我的好孩子。
给都给。哎，给。孩子还没吃。春儿，你去找一个有马厩的客栈。哥，咱不是应该去驿馆吗？去什么驿馆？在没有摸清安小海底细之前，咱们谁也不能暴露身份。我说明白了吗？哥，那咱们连衙门也不去了？你是不是傻呀？走。老爷，什么事儿啊？东昌府捕头秦朗带着2个捕快来到了咱们临清州。东昌府？对。那不是刘墉的地界吗？他派捕头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？老爷，我听说这个刘墉……我知道。左都御史贬到咱们这儿之后，就斩了索伦图。此人来者不善啊，我们不得不防。那几个捕快呢？安顿下来了吗？哦，他们没有住官驿，而且是便装前来。便装？对。听说东昌府日昌钱庄发生了一场火灾。这火灾查案也是官府的正事儿啊。为什么要便装呢？看来他们此行还有其他的目的。这样，你马上派袁长春去查个清楚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他们既然是便装前来，恐怕是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告诉长春，一定要小心行事，不得暴露。明白。刘墉，店家，我们要2间上房。客官，不好意思，就剩下1间客房了。哟，那不合适。哎，店家咱们这附近还有其他客栈吗？咱这小镇小，就我这1家客栈。如果2位呢要想找别的客栈，那只有到唐远县或者临清州了。我们就是要去临清州，那请问那儿离这儿远吗？那2位是骑马呀，还是走路啊？我们走路。哦，走路的话那就有点远。要是走官路的话，得1天功夫吧。1天？对对对。有没有更近一点的路啊？近路倒是有一条，出这店门口，一直往南走，5里路。就到了一座大山那儿，你捋着那山道啊，翻过那座山，也能到临清州。那得多长时间呢？走山路快的话，半天功夫就到了。大人，那咱们还是走山路吧。不过我听说啊，最近山路不太平，经常有山匪出现，尤其像姑娘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是吧？如花似玉的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你看是吧？我劝2位啊，还是走官路比较好。那您就甭管了。得，那你2位到底住还是不住啊？不住了。住。不住。那到底是住还是不住啊？我们住。住啊，住好了。好嘞。那我给你俩开1间房啦。对啊，你快开吧，你笑什么？这是我师傅，我是他徒弟。师徒2人住1间房，怎么了？没毛病，没毛病。那个小2，来了，2位客官，楼上请啊。2位客官，楼上请。走吧。这老色鬼。你说什么？
店家，这可就是你不对了啊！你看我一个算命先生就不应该有个徒弟是吗？这叫狗眼看人低，懂吗？揣测人意，信口雌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狗衔门帘，全凭一张嘴。怪不得街坊人都说车船垫脚丫，无罪也该杀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王八蛋！这怎么还骂人呢？哎，猛男啊，你说这叫什么东西？大人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猛男，你也甭生气啊，这种小人不值得。朱一武怎么了？心底无私啊什么？怎么着？今天呀，你睡床上，大人在这儿坐一宿。不是，大人，那怎么能行啊？理应您睡床上，要坐也是我坐呀。怎么了？看大人岁数大呀，身子骨不比你差，明天还赶路呢，赶紧睡觉。大人，您不睡床上，那我就在这儿坐一宿。蒙南姑娘，既然你要求跟着我出来断案子，你就得听我的话。这是大人的命令。睡觉。快点！不睡的话，明天不带着你。大人，您这是干嘛呢？没事儿，这就是休息。大人，我一直想问您个问题。嗯，您会一直留在山东吗？蒙南姑娘，你觉着我应该留在山东？当然想了，可我也希望您能早日回京。像您这样的好官儿，只有位置越高，才能更帮助百姓。当官哪那么容易啊？真干起来难着呢。蒙南姑娘，你就说咱们今天这个处境，四海粮行是本地最大的粮行，管事儿的是安四海，他儿子就是安小海。想查安小海的下落，就得从这个四海粮行入手。武子，别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明天你哪儿也别去，就给我盯着这个四海粮行啊！如果发现安四海和安小海的线索，马上回来说一声，听明白了没有？行了，哥，你放心吧。葛春啊，安家不是大户吗？亲戚朋友不是多吗？周围下手摸一摸。知道了。哎哥，他那个我去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哥俩没事啊，街面上转转，把周围地形摸一摸啊。是。这次咱们可是秘密行动，当务之急是谁都不能暴露身份，到时候可别怪哥哥翻脸不认人啊。尤其是你，别给我使小性子，知道吗？别因为你坏大事儿，
这是咱们据点，有什么事儿都回来说清楚，啊？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老爷呀，就算你丢下我，我也不能丢下你呀。你说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在荒郊野外，无依无靠的，真可怜呀。老爷，我来了。老爷，查到了。什么情况？刘墉这次派人前来，是为了查日昌钱庄的案子。他们一直在找安小海。安小海，四海粮行的少东家。对，他们在日昌钱庄入了股，和徐武谈了人情，徐武让他做了日昌钱庄的账房先生。那看来刘峰此次前来，目的很明确呀。日昌钱庄可是千一发动全身的地方。那几个捕快呢？现在怎么样？哦，他们刚刚住进客栈，还没有什么动静。去，差人给我打探清楚安小海的下落。老爷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好，那这样，我马上写封快报，你差人送往济南。另外，我猜想刘墉马上就会到达咱们临清州，我们一定要在刘墉到达我们临清州之前抓住安小海。是。老板，劳驾问一下，这个人你见过吗？慢走。你笑什么？见过没有？昨天晚上入住我们客栈的，真的啊。他住哪间房？已经走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大概有1个时辰了。有说去哪儿吗？哎，你们是来捉奸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老头，昨天晚上跟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的住一起的，一看就是老牛吃嫩草。少胡说八道！行，你看你还急了呢。哎，你跟这老头什么关系啊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问你什么你答什么。去哪儿了？临清州，他们走的是小路，没走官道。我警告你，好好看你的店，少嚼舌根子，给我小心一点。大人啊，咱们这第一步干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您不知道啊？孟南姑娘，你真以为我穿上这身衣裳就能掐会算啊？那我在京城算算不就完了吗？我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那咱们去临清州总得干点什么吧？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，随便打听，随便问。这跟钓鱼一样，你不下钩啊，它那个鱼不会自己跑到篓子里来。我现在就是那鱼钩，但搭上你这么块鱼食，我替你冤得慌啊！不冤，我觉得特好玩呢。你以为这是玩去啊？我去啊。大人，别动！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没事儿，别动。
事了。啊？放心吧，确实没事。大人，这太危险了。没事。大人，这伤没大碍。大人，没事吧？这边休息一下。来，大人小心。哎，大人，您确定这是安全的吗？应该没问题了。那我可处理这伤口了，这箭头不能在里面时间太长。孟楠姑娘，这你也行啊？我略通医术，再说也没别人啊。那好吧，来。你这带的可够全的，你这个。大人，哎，忍住了，有点疼。哦，你等一下，孟楠姑娘，等一下。来吧。大人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跟小孩似的？我这没拔呢。啊？没拔呢还？哦，哎呀，拔！大人并不是害怕，大人只是有时候见着血呀，稍微有一点晕。没事，你大胆拔，我能忍住。来，孟楠姑娘，没想到啊，你还真是什么都行。这要没你，还不知道出多大乱子呢。孟楠姑娘，你倒拔呀！我拔完了。啊？拔完了。哎。大人，您刚才站那会儿，像个英雄一样，你怎么这会儿这么害怕呀？什么英雄啊？大人是心里有谱。你把那支箭递给我。孟楠姑娘，你看看这支箭是什么人用的？看着箭头箭尾不像是官府所用，好像是普通猎户，或者是土匪。对呀，如果是官军射咱俩早就变成筛子了，还能在这儿坐着。但是射箭这个人很奇怪呀，你想想啊，如果说他第一箭算失手，第二箭射歪了，就这个还出来行刺啊？啊？好，就算是都失误了，那他为什么不接着射呢？对呀，而且都没有致命的箭。所以说，他就不是奔要我命来的。你以为老爷不怕死啊？老爷一样，但是老爷算出来了。哎呀，大人，那您这是得罪谁了呀？您？孟楠，只要秉公断案，肯定会得罪人。你哪知道得罪谁呀？大人，那咱们这接下来是回客栈休息，还是接着往前走啊？往前走啊！都到这儿了，岂有回去的道理？走。您这伤……没事，这不是有你吗？走。
谢谢你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我这还得赶路找我姥爷，我这些都不够自己吃的，你们别在这站着了，行吗？我真的，我这一路上，哎，你们走吧，别在这站着了。行行好，你们给点吃的吧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行行好。给你们两个，你们自己分好吧。不是，哎，你别给我留点儿，你们行不行好，行不行？哎，你家。哥哥别动。怎么了，子枫？怎么回事啊？子枫，这是怎么了？哥哥，看来这儿有人遭受过伏击啊。老爷出事了。我就是说，有人遭受过伏击，没说一定非得是老爷。不是他还是谁啊？他不是刚跟邱木南从这儿过去，而且他那个脾气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，多少人惦记着想害他呢。行了，格格，您能让我安安静静先看一下再说吗？我知道您心里着急，可不能着急，咱们就遇到什么事儿都往老爷身上归吧。您想，这山上常年都是猎户。搞不好这就是动物的血，不是人的。我说子枫，这事儿都怪你，我让你跟着老爷好好保护他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是，怪我。多久？什么时候出来呀？出来了！看，啊，这怎么这么贵啊？这么贵呀！玩什么场？没场了，有什么好吵的？活嘛，就是你们买得起了就买，买不起了就滚蛋！这个说话这粮食又涨价了！哎呀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哎，兄弟，什么情况？看看，今天的价格又涨了，这谁买得起呀？简直不让人活了呀！那你们报官呀？报官？没有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干什么你？我看看呀，看看，买不买粮？不买粮滚蛋！哎，你怎么能骂人呢？骂你？我还打你了呢！哎，你还真打我？我可是……你是什么？我来看看。打他！什么情况？等着，这人不同。这小子外地来的，在这闹事呢。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，给我带走，回去好好招待招待他。有劳了，袁捕头。客气，应该的。袁大哥，袁大哥，是我五子。像我？啊，是我，你放开！袁大哥，这可太丰盛了。哎呦，菜都是给你点的，吃喝。还行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久不见了。你说，我真的想你哥哥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嗯。这自从我姐夫走了以后啊，我姐她就自己守着那个酒楼，孤苦无依的。你说，不说这个。哎呀，我知道哥，我知道你们之前有矛盾，但是我想清楚了呀，
你们是你们，我是我，是不是？那秦老是我大哥吧？那袁长春你也是我大哥，是不是？咱们不分彼此。来，你别啊，你就说，咱们是不是不分彼此？咱们就是不分彼此。哎，对了，来哥，再喝一个。哎，对了啊，秦朗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呀，现在当捕头了，威风，威风着呢。哥，再碰一个。那他跟你一起来的吗？他现在虽说是我们头，但他是他，我是我。那我这回来灵清州也是公差，那不然没事我吃饱了撑的，我来这儿干嘛？是不是哥哥？哎，但是我这次遇到你，那也值。来哥，咱们再喝一个，这多长时间没见了，真想你哥哥。来，敬你。哎，高兴，真高兴。来，吃。哎，吃。我跟你怎么说的啊？四海粮行门口给我盯死了就完了，瞎喝什么酒啊？跟谁喝不行？跟他喝。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！哎呀，没喝多少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这叫没喝多啊？他乡遇故知，聊得开心。我让你开心，我让你开心。哎呀，你干嘛呀你？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他是我和你姐夫的仇人。那都是你们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他是李尔多的手下吗？你就是小心眼儿，那跟谁不是跟啊？那就是混口饭吃。你都跟他说什么了？人家问了问我姐的情况，那也是关心，还问了你。问我什么了？咱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，你又回去当捕头了，咱们现在吃官粮。刘大人的情况你没说吧？那我倒没跟他细说，但咱得吹吹是不是？刘大人办的可是皇上最重视的案子，那咱现在跟刘大人办案子，我这么告诉他的。哎，你又打我干啥呀？哥哥，你还是吃点东西吧。我吃什么吃？老爷没找到，我哪有心情吃啊？你说我平时是不是对老爷特凶，特不好啊？哥哥，您对老爷够好的了。那他为什么这么狠心的抛下我？不，他没抛啊！您别胡思乱想，您先吃点东西，啊，别一会儿人找到了，你反而把自己给饿坏了，啊！小心啊，老爷。可以可以。店家，店家有人吗？小心点。哎，你这是跑哪儿去了？你知道我哥哥急成什么样了吗？这都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其实是没什么大事儿。哎，射到脑袋就成大事儿了。出门在外要小心。是。再拿去热一热。哎。
啊！躺那儿去歇会儿。好好，多谢夫人。药热好了，七彩会送过来，把药喝了，好好休息。好，好，好。梦楠姑娘，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。干嘛？哎，袁大哥，干嘛这是？走，走，袁大哥，袁大哥。向武，你真的和秦朗闹掰了？掰了，真的掰了。哼，你小子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袁大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就放了我吧，我姐还等着我回去呢。